上一期视频中，我到了贵州思秉县的天坑村，在村中，我遇到了一个有着不幸遭遇的家庭，就是周阿姨家。起初，我并不打算发布这一期视频，虽然是随机遇到的情况，但还是担心有人会说这种视频是利用他人不幸的遭遇，在网上博取流量和同情，内心特别的纠结，要不要发。但又觉得周阿姨家的情况确实特殊，需要社会的关注和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老实说，我个人能力有限，但我有责任和义务向朋友们传达我见到的真实情况。也许集思广益，可以为他们家提供一些帮助和支持。周阿姨家的情况是这样的。上期视频我来到天坑村，来到周阿姨家，了解到她原本是重庆朝天门附近的人，近年来都没有回去过。具体情况大家可以去看上一期视频。在与周阿姨交谈过程中才得知，她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没有回过重庆，是因为一直在家中照顾已经瘫痪在床21年的儿子。21年，当我听到这个数字，内心是很复杂的。周阿姨的儿子19岁去外地打工，颈椎被重伤导致瘫痪，也就是头部以下全身完全没有知觉，一切的生活起居都需要阿姨照顾。21年了，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也许只有伟大的母爱才能如此的坚持吧。当我看到阿姨儿子倒躺在床上，整个人的状态看起来非常好，头脑清晰，表达流畅，只是人不能动而已。虽然已瘫痪21年，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对未来、对人生是充满希望的。这都得益于周阿姨21年来无微不至的悉心照料。我也和他做了一些交流，得知当时受伤是因为重物压到颈椎，导致3、4、5节颈椎断裂，颈椎上的主神经也几乎全部断开。或许当时的医疗技术实在没有办法修复，最终导致瘫痪。我问他后来是否有再去医院检查过，都没有去过。阿姨曾经去医院咨询，但得到的回复是需要本人到医院才能诊断。2个老人哪有那能力把他背出大山去检查呢？也是有心无力，而且21年来，老人一直在家里务农，照顾儿子，没有时间外出赚钱，当然也就没有钱去医院看了。我又问他这种情况有没有好起来的先例，他说后来山区开通网络后，他也自己在网上查询，但没有见到过有治愈的先例。唯一的方法就是物理疗法，或许会有奇迹。不过需要购买昂贵的支架，且每天要有人辅助行走，还需要场地，但这些都是无法实现的。父母已70来岁，哪里还扶得动他呢？到此为止呢，我没有再继续的聊下去，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聊什么，看不得人间疾苦，但又无能为力。我相信大家应该明白我当时的心情，不管是跟周阿姨还是她儿子交流，我都不知道该安慰还是该鼓励。我只知道在他们的心中始终对未来是充满希望的，内心是阳光的。一位伟大的母亲，一个乐观向上的儿子，21年如一日，能让儿子有这么好的状态和健康的心情，母爱真的是太伟大了。我衷心的希望天也有情，希望奇迹能发生在他们身上。我发这个视频不想做过多煽情的解释，只是希望社会上与他这种情况相关的一些机构或个人能给到一些专业的解答或帮助，看看是否还有希望。另外，因为长期瘫痪在床，他的胸部和背部长有一种疮，又痛又痒，非常难受。我一开始以为是褥疮，但他说不是，具体的症状我也不太清楚，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说在网上查询过，
动不动就上万的费用，他们是无法负担的。目前周阿姨家的情况，有2个儿子，另一个儿子好像是在外面当上门女婿，有自己的家庭，他也没有办法帮助家里。目前就是他们2位老人在家务农和照顾儿子，确实是前路渺茫，需要社会的指引和关注。特别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个人不会进行任何相关的爱心转达和传递，希望大家能理解。如果你真的有心，还得自己去到实地。具体地址是贵州省思彬县白朵乡山洞村，直接导航山洞村就能到达这里，然后步行1小时左右到周阿姨家。航拍画面中的这一家人呢，就是周阿姨的家了。本期视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大家如果还有什么疑问，评论区为大家解答，谢谢。如果你想看水族聚居地，又想看苗族聚居地呢，那一定要来山都整雷村。现在呢，我就在整雷村这个地方呢是中寨，上边呢是上寨。我特别好奇啊，2个民族之间近在咫尺，相隔几百米，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2个民族之间有往来，又从什么时候开始2个民族之间可以相互通婚呢？咱们今天就去了解一下。我们先进这个寨子去看一看这些建筑啊。过来到村口这儿呢，看着有2个小的这个吊脚楼，这个上边写有粮仓。那么他们呢，应该是为了安全起见，粮食和这个人居住的地方呢是分开的，专门有一个地方来存放粮食。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哪怕是在这些人员聚居比较多的寨子呢，其实也很少有人在家里居住了，因为年轻人都是外地去了，打工去了哈。你看这里也是粮仓，他们的粮仓呢都是分开独立的。这个是寨子之间的一些通道。那么他们这里的木质建筑呢，都是2层甚至3层的一个建筑啊。感觉在家的人很少。你看这些路道上啊，都不怎么走。这个远远看一下呀，好像也感觉不出来他们的这个建筑有什么不同，都是相同的这个房屋建筑，都是这种2层半啊，有的是3层。那么整个的建筑风格呢也是比较相近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可能相互之间已经几百年了嘛，可能有些东西呢大家也是大同小异啊。他们这儿的房屋呢建在山上，然后错落有致，小道呢也是穿来穿去，横七竖八。你走在这里面来，这个哪儿都是路，不注意的话还有可能迷路哦。上寨水族的下方这儿有一个圆盘，我感觉是他们平时要举办什么活动呢，就在这儿举办。走过中间这个隔开的这些梯田呢，下边这儿呢就是苗族的寨子。阿姨在煮饭了？哎，你在煮饭了？要吃饭了不？还没有啊？哦，是刚干活回来吗？哎，刚干活回来吗？不懂啊。我说话你听不懂啊？听不懂。说贵州话听得懂吧？是贵。说贵州话听得懂吧？是贵吗？是贵。吃饭了吗？说。吃过了。吃过了。现在到这儿玩的人多不多？也经常有。也经常有哈。你是上寨的吗？对的。哦，就是从那个田分开，上面是水族，下面是苗族是吗？对。哎，你们2个族之间什么时候开始有交往的？从古代来说的话，
从政策开放以后，才开始相互来往。以前也互相来往，但是没有通婚。以前是来往是相互在走的，嗯，但是就是相互之间不通婚。对对对。那通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政策开放以后，读书那些年轻人在学校一个认识过来呢，就通婚，就开始谈了哈。对，也就是10几年前，2个寨子之间才开始通婚。对，以前从来没有过。没有通婚，但是呢，交往。以前盖房子啊，有白喜啊，都是去帮忙，但是不通婚。哦，那这个房子有区别吗？大家相互各自建的房子有区别吗？房子没有区别，房子呢，那个古居起来呢都是一样的，但是不是古居呢起呢，水族起都要大一些，苗族起比较矮小一些。就是水族的房子稍微大一些，高一些啊。苗族呢在起那个房子比较矮一些。它是不是跟人个子高一点也有关系？不是，说起来，以前呢比较贫寒呢，他那个晚上睡觉的被子他都没有，在一个穿着那方面比较单薄。但薄了，它高矮一点，小一点，离那个山上的柴火多，它就要那个柴火烧热火。哦，这样子呢，保暖一点。也保暖一点，都热矮小一点，都保暖一点，是这样的。这里是3个寨子是吧？4个自然寨。4个自然寨，这里分上中下。对。这里上，这里中，下面还有个下。下面还有个下。对。现在在家里的人很少了。是吧？我看好多房子都没人住。没住啊，出去挣钱去了。对，年轻人都是在外面。在家种地，只有饭吃，钱没有。对，在家里种地是这样，农村都是这样。如果你没有发展什么产业哈，就种点地的话，那基本上就够自己生活嘛。要赚钱的话，还是要去外面。我跟你交流还挺好的，你是不是村里当干部啥的？我也当过干部。也当过。在部队也当过教员。在部队当过教员，那我就说跟你说话就畅通了，跟他们就没法讲啊。你们的文化是有差异的哈，还是有差别的？各自都有各自，服装也好像不一样吧？不一样。你们穿的服装就是在干活的那些阿姨穿的那个服装，对吧？对。那个就是标志性的服装。你们的服装好看的嘞，就看起来比较好看又简单，感觉跟布依族的服装有点像，是吧？对，布依族和侗族，他们的服装跟你们有点像。有点像。那个布依族和那个侗族和水族有一点像。山都的话，它是水族自治县，可能就是水族的人多一点。是。你们有自己的字吗？有啊。有自己的水族文字？有啊。有。对呀。现在我们红白喜事建房造迎新嫁女，我们都按那个水，都是用水族的文字。水族的文字来测字。那个外面的人是不是不认识？不认识。本身我们水族的，谁去读那个书，谁就认识；谁不读的，看就不认识。现在的年轻人认识吗？不认识。也不认识。他们都不读了，那得传承呀。现在这个年代的那个年轻的为出去的打工赚钱去了，他没有兴趣来学。那总得有少部分人学呀，不能失传呀。不能普遍，没有普遍，总下来呢，我们这个带上3、4个是保存。总是要有几个人去传承这个文字啊。对。整雷村呢，距今已经有300年的历史了。从清朝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有人居住了。刚刚跟韦大叔聊了一些特别有趣的事儿啊。什么时候开始交往呢？因为这个2个民族之间住的比较近嘛，所以说很久以前呢，就相互之间有来往了，有走动了。但是通婚呢，是政策开放之后呢，才相互通婚啊。
距现在呢也才10几年、20年的时间。不过水族呢，他们还挺厉害的哈，还有自己的文字在传承。虽然说下一代的人大多数都不知道这个水文了，但是呢，也会挑选几个年轻人来继续传承他们的水族文字和文化。